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是美国发布香港商务警示，要求美商撤离。那么另外一个是拜登在 APEC 嘲笑习近平卖疫苗。第3个是亚马逊严打中国跨境电商，这是一个跨境电商是一个中国出口的一个新的业态，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涉及到有20多万个小卖家、大卖家和小卖家。我们先讲第一个，美国政府7月16号对香港采取了2个行动。第一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7月16号联合发布香港商务警示，告诫美商在香港营商将面对安全风险，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什么信号？告诉美商离开香港。这个题目叫做在香港商务运营的风险与考量，告诫仍然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面对的处境有几个。第一个，受到香港法律包括港版国安法的约束，目前有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国安法的指控而被捕。第二个，面对没有法院传票就被电子监控的风险。第三个，需要向特区政府提交公司及客户数据的风险。第三个，需要考虑在香港雇员潜在名誉上、经济上、法律上的风险，并对此要做出尽责调查。商务警示表示，在香港运营的个人和公司应该清楚2点。第一个，他们如果与被美国制裁的个人和实体交往，可能潜在的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们遵循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那么就面临着中国的报复。所以实际上它2边都有风险。川普总统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惩罚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压迫性行为。那么美国政府高官对媒体吹风，说2点。第一个，香港过去1年事态发展清楚表明，跨国公司在运营上、法律上和声誉上面临风险，当然讲的是在香港。第二个，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破坏了香港法治和既定的社会运行规则，这对个人和公司至关重要。那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署和劳工部7月13号联合发布商务警示，提醒美国企业和个人警惕涉及新疆地区供应链带来的风险。那么新疆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如果你跟他有供应链来往，就会有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那么上个星期，这拜登政府制裁了14家中国企业。那么这些企业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或者从事高科技监视的活动。那么我们评价一下美国政府对香港发出这个商务警告商务警示，信息非常的清楚它就是告诉美国企业离开香港。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信息？它其实这个警示里面讲了几点。第一点，美国美商在香港将会面对他们应付不了的风险。你想想看，港版国安法的例子就摆在前面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于商业机构来说，他们最厌恶的是什么？就是风险。所以美国政府告诉美国的商人说，你们在这里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你控制不了，它会涉及到人身安全，也涉及到你自己的企业运行的问题。这个说法呢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撤退的信号
它不仅仅是提示，它不是一个提示，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警示风险警示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每一项内容如果存在的话，这个企业就不应该在那儿经营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儿经营，意味着什么？你可能被抓，因为比如说这个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意味着什么？其实港版国安法就意味着香港已经失去了一个基本的原有的法律框架。那你如果法律框架都不存在了，那你在那营商，你可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公司被封掉，你的账号被查封，这个 Jimmy Lai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那么美国商会，香港的美国商会今年5月份发布的调查，受访的325家企业，美资企业，超过40%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或者计划撤离香港，因为他们对国安法感到不安，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悲观。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发出这个警告啊，或者是警示啊？那么可能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很正常，一个政府应该做的就是真的有危险，就是目前香港这个状况，对美商来说是真的有安全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美国准备在香港动手。啊，之前迟迟没有动手，为什么？那这个一动手的话，那就这个叫什么？这个玉石俱焚，那怎么办？那就先准备一下，那给美国商人、美国的企业发出个警示啊，赶紧撤离，我这边要打炮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有可能性啊，这是有可能性。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美国政府并不准备在香港打炮，他想干嘛？他想让美商撤离，让资金、让这些企业离开香港，那么打击香港的金融业，啊，他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有可能这2个目的都存在，一个就是美国准备在香港打炮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可能玉石俱焚，那通知美商你赶紧离开，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也有可能他不打算干这个，只想让美商离开，让资金离开，那也有可能。因为你想一下，美国通知美国的企业，那其他的企业难道把耳朵关起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也会听到，一听是不是美国要打炮，那其他人也会跑。有这种可能性，但是2种可能性都存在。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就是美国针对香港采取的第一个行动。美国对香港采取的第2个行动，就是美国财政部7月16号宣布，将香港中联办7名副主任列入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清单啊。这7位副主任啊，中联办的副主任是陈东、何靖、卢新宇、裘红、谭铁牛、杨建平、尹中华。那美国政府指认这7人对香港法治遭到侵蚀负有责任啊。这是那当然，这个美国对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制裁之前已经有过啊，有过2次大规模的制裁，包括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啊，包括像什么夏宝龙啊这些特首啊，林郑月娥这些啊，已经制裁了一批。这一批就是把这个原来制裁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名单，加这个7个人进去啊。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6号发表声明，痛斥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1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做了些什么呢？利用国安法有系统的破坏香港的民主机制啊，延误选举啊，然后取消胜选立法委员的资格，强迫特区政府官员为了保住他们的工作啊，宣誓效忠啊。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
自从抗议示威从2019年爆发以来，特区政府逮捕了数千名批评政府的港人，包括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贴文或者是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人。新闻记者仅仅是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报道政府针对示威者的行动打压而就被捕。那么布林肯还特别提到，香港当局对香港新闻自由实施的持续而且有政治动机的严打行动，不仅监禁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而且迫使被视为独立报道象征的苹果日报停刊。布林肯指出，北京削弱了香港拥有一个负责任、透明度的政府，并且尊重个人自由的信誉，同时违反了让香港高度自治、维持50年不变的承诺。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对港人保证的权利和自由抗争。布林肯说，美国今天就是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我们坚定地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是布林肯的声明。好，港澳办主任，中国那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回应，他说，我正告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客和欧洲议会的一些政客，你们粗暴地践踏国际法，干涉我国内政，对我们做毫无意义的所谓制裁，只能更加激起我们的愤怒和对你们的蔑视，只能不断地敲响你们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乱港分子的末日丧钟，只能是搬起石头重重地砸在你们自己的脚上。他们特别喜欢砸脚，为什么不砸头呢？很奇怪啊。夏宝龙这番话呢，其实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它中间有一句话叫香港代理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威胁，威胁其实威胁谁呢？威胁香港人，他把那些香港人叫做代理人，所以这是以香港人作为一种威胁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现在有个问题是，中国刚刚通过了这个反制裁法。反制裁法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制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假如你制裁我，我就要反制裁你，所以这个法律叫反制裁法。那现在你通过了这个法律，好，你这个法律出来之后，你是不是要用这个法律？你这个违法必究啊，对吗？那么中国会不会反制裁呢？当然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反制裁有没有效果？就是说美国是对这些实体或者个人制裁，一制裁呢就冻结你的金融资产，然后不让你来美国，然后让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不跟你来往，这管用，非常管用啊！为什么？你问林郑就知道，他现在没有银行账号，他现在是拎着一捆一捆的钱回家发工资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没有银行账号那这是所以美国的制裁是管用的，那中国的制裁管用吗？中国制裁当然不管用。你说禁止这些人去中国，中国很多人很想去嘛，所以这个问题呢，这效果，第一个，反制裁法的这个效果是跟美国没办法比吧？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制裁中国或者制裁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制裁这7个副主任中联办副主任。好，如果中国启用这个反制裁法，也去制裁国务院类似，举个例子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几个国务卿制裁副国务卿，类似这样的官员吧行不行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万一美国将计就计，沿着你这个制裁回来，我再反过来再制裁，那意味着什么？中美之间这个战火不就烧起来了吗？如果美国将计就计，趁机扩大战果，那中国还是痛对吗？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可能因为始终来说，中国手里的武器比较少，终究还是要吃亏，而且
中国现在想尽量的平息它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对抗的程度。如果你要是反制裁，诶，美国趁机破坏你这个意图，你不就很难办了吗？这里面讲的是，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什么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的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谁炒起来的？这个联合早报炒出来的啊，联合早报基本上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放风渠道啊。之前呢就讲什么呢？当然这个又是大外宣啊，说是中国的媒体说什么呢？说这个中国外交部拒绝谢尔曼访问中国啊，说是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中间就开始各种大外宣又开始炒作。当然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里有2个点，一个点就是南华早报，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大外宣也开始炒这件事情，关于这个谢尔曼访华的事情啊，我们就从头讲这件事情啊。先说今天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跑出来说一段话，说一段什么话呢？他说美国正在跟中国就谢尔曼是常务副国务卿啊，他是排名第1的副国务卿，在他的这个正在跟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跟中国外交部进行谈判是干什么呢？安排谢尔曼访问中国的事情啊，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出来讲这个事情。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问到这个事，他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啊。那么国务院的官员就说我们现在还在谈，那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没有不谈啊，在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从什么呢？其实是从星期3或者星期2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星期4啊，就昨天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个谢尔曼的亚洲之行的行程，就是去日本、去韩国、去蒙古，但是没有中国啊。这个大家有点意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预期谢尔曼会访问中国，这次去了亚洲，他不去中国。然后呢，星期三是南华早报说，这个谢尔曼下个星期去亚洲的访问行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去天津啊，不是去北京，去天津。他会和外交部的副部长叫谢峰，谢峰是排的比较靠后，排第五的副部长，他是主管亚太事务啊，叫北美事务、美国事务的。那这个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就出来说什么呢？说中国拒绝这个谢尔曼和这个分管日常外交事务的副部长叫乐玉成。乐玉成最近非常的活跃，就是跳着脚骂美国啊。那么不想安排他见乐玉成，因为乐玉成基本上是叫分管，就是排名比较靠前。那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政府要这个制裁这7个中联办的副主任啊，所以因为他要制裁他，所以就不让他见这个乐玉成，安排谁见呢？安排这个谢峰见啊。那谢峰见呢？那美国就一听什么情况？我想见这个乐玉成，你还安排谢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去了。这美国的态度就这么简单，就是说那我就不去了。那我不去呢，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裙子多少钱？10块钱，5块钱行吗？5块钱不行，不行是吧？那我走了。回来，我们再谈谈嘛，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谢尔曼的行程如果增加天津的话，就是还是去天津见乐玉成的话，那这是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然后南华早报今天又开始跟进，说中方呢仍然是准备在天津接待这个谢尔曼的。那么
那么其实呢，安排这个谢峰副外长谢峰跟他谈呢，是为了其实还是有诚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方还安排了谁呢？安排了这个王毅外长王毅见谢尔曼，就是说你觉得他级别不够，我安排个外交部长见啊。那么希望还是能够，但是呢，谢尔曼希望的是，你别安排个小萝卜头见我，我还是希望能够跟核心的官员见面。双方还在讨价还价，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国务院的官员出来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门没有关上，双方还在讨价还价。那现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你想一下，今年3月份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后啊，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之后，中美之间就再也没有外交上的交集，就是双方就再也没见过啊。那你想3月份到现在都7月中了，那个是3月18号，现在是7月16号，4个月过去了，双方从来没来往过。你想想看，那中方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外交上的这些进程要跟美国谈的嘛，对不对？而且中国是很明显的是要降低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的程度的，你不谈，你不见面怎么行？所以还是要见面的。那这个时候，当然了，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制裁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副主任呢，也是有点狠啊，就是说意思就是你想见就见，不见拉倒。那见的话呢，哎，我这里正好制裁了，就给你难看一下，就让你难看一下，因为我制裁了你，你还得安排我见，那脸面上有点过不去。其实中方是什么？中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让我难看了，我也得表达一个情绪，安排这个谢峰见，其实是表达一个情绪而已啊。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往下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底怎么安排，到底怎么样安排就能反映中美两国他们外交上面的态度。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底谈成什么样，但是美国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强硬，就是说你要是安排见谢峰，我就不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态度啊。好，那我们下一个第二个主题，拜登拜登在 APEC 嘲笑习近平卖疫苗啊。APEC 就亚太经合组织啊，APEC 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年会是主办方是这个新西兰啊。那新西兰的主题定下来的主题叫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会，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这谁起的题目这么长啊？然后呢7月16号，这个 APEC 举行这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这是个非正式会议。然后拜登总统跟习近平都在这个非正式会议上面发言。我们先说习近平的发言。习近平这次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什么精气神儿啊，然后也没有以前的气势啊，就讲了一些，讲了开个中药铺1、2、3、4、5，咱们开个中药铺啊。然后他在讲话中说，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啊。他特别讲，要拆墙不要筑墙，要开放不要隔绝，要融合不要脱钩啊。这里说美国，美国不是主张脱钩嘛，然后美国还在采取这个小院高墙嘛，那么拆墙不要筑墙啊。这个习近平有可能是看了我们的节目啊，然后他拿这个碳排放说事儿啊。那当然这是碳排放现在成为习近平在国际场合上难得能拿得出手的一个话题啊。他说呢，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啊。那么今天这个碳交易所上线运行，碳交易所上线运行，然后应该是本来中国有八大行业，就是碳排放，中国最大的8个行业就是碳排放集中排放的8个行业，本来是准备把8个行业的所有的企业全部放到碳交易平台上面去，让他们进行这个碳交易当然你放上去呢，那你要想办法减排结果没上8个，放了一个发电，上了一个发电行业。现在呢，碳交易所上面就是发电行业在上面，另外7个还没有上据说是一个一个上大概是这样那我顺便说一嘴，然后习近平特别强调抗疫国际合作，他说中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未来3年还将再提供3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方愿意积极参与保障疫苗供应链稳定安全，促进关键物资流通等合作倡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员健康安全有序往来。中方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子基金。这话我一看这话呢，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很想讲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习近平讲这个话呢，你看他说中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他在误导别人。他说提供是什么意思？提供是给你，还是送给你，还是卖给你？他没说，因为提供在中文里面是一个中性的模糊的词，就好像是你给了他，但是你怎么给他的不知道，没说。所以呢，他说提供，用一个这样的提供这个词儿，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截止5月17号，中国向80个国家还有3个国际组织总共捐赠的疫苗有多少呢？1830万，1830万，80个国家你除一下你就知道，其实给的很少1800万支。但是中国向40多个国家出售了6亿8300万剂疫苗，就是说中国在大量的卖疫苗。所以习近平用什么词儿？用提供了，卖也是提供，这个没错，卖也是提供。你想一下，来自中国的病毒把疫情传播到全世界中国政府由于这个隐瞒疫情，造成了这个疫情的大流行，然后中国也开始卖疫苗挣大钱。最特别的是什么？中国卖给别人的疫苗是没有保护性的疫苗，这是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情。习近平在会上你就别说，对不对？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就不要讲。但是习近平竟然把这件事情拿得来当做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讲，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什么词儿？大家想好，想讲这个拜登总统发言，他也说疫苗，其他的我就不说。拜登总统在发言中阐述了美国终止疫苗的思路，并且展望了全球疫苗接种的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美国贡献或者叫捐赠5亿支，中国卖了6.8亿美国是上来就给5亿支安全有效的疫苗给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其中有好几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拜登表示，美国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捐赠的疫苗，美国是向其他国家捐赠疫苗，不拿疫苗买钱他当然讲美国政府，他说
他强调，美国提供疫苗的唯一目的就是挽救生命，不附带政治或者经济条件。他强调，建设更好的全球健康安全和防备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的安全防备措施，才能使各国可以应对下一次疫情。这是拜登说的话。拜登这番话，我说嘲笑不过分吧？其实应该是什么？其实应该是打脸，非常响，打得啪啪响。我就怕有人听不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转播给大家听一下。那么中国到处卖这些没有效果的、没有抗体、没有效果、没有保护效果的疫苗，已经成为一个笑话。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他这个署长叫保尔。保尔呢，他原来是奥巴马时期的驻联合国大使他现在是开发署的署长。开发署呢，就是美国对外援助都是用这个开发署、国际开发署来做这个动作他在7月14号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2022年年度预算的时候他在参加一个这样的听证会。他说起中国疫苗的问题，他说中国向这个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叫 COVAX 是很重要，因为现在 COVAX 承担了像这些落后的比较穷的国家这个转移疫苗的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它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机构。他说中国向这个 COVAX 出售疫苗赚钱，而不是捐赠疫苗或者是向其他国家提供财政支持，这是相当令人震惊和可怕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叫李斯李斯的这个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说，他说他看到一个消息，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不理解。他说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他说 COVAX 花钱去买中国的疫苗。李斯说 COVAX 你知道这件事情当中的讽刺意义吗？他说你想一下，疫情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他们不提供资金援助，也不提供疫苗，而且 COVAX 转过身去还要付钱给他们买他们的疫苗。他说这个李斯说，他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诡异了。保尔自己讲，他说是的，他说我跟 COVAX 讨论过这件事情，他说我对这个交易也非常的觉得难以置信而且鲍尔说，他说没有别的说法，这太令人震惊了，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第一，中国的疫苗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负资产，它变成大家的笑话，而且变成很多人的非常的愤怒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疫苗没有提供保护。第二个，由于中国的疫苗，中国国产疫苗没有保护性，那么中国在下一阶段的经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会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么我们今天第三个我就不说了，亚马逊严打这个中国跨境电商超时了，我就不讲了，好吗？那大体上是这样，我简单的说两嘴吧那么本来呢，春夏季呢是电商的旺季因为有个母亲节，有一个父亲节，然后这个亚马逊还有一个叫这个会员大促那么本来这个叫什么？这个跨境电商是这些年中国出口的一个新的业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这些企业直接到亚马逊去开店，直接在亚马逊上就卖货，然后把这个在美国囤货，把货直接运到美国来囤货，然后从美国发货。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模式。
这个出口模式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个，你像中国的一些做跨境电商的这些巨头，他们集中在3个省，一个是广东省，广东省主要集中在深圳，然后就是江苏，然后是浙江啊，浙江更多一点啊，浙江多一点，深圳多一点，大概是这样。那么深圳有5个非常大规模，都是一年在亚马逊上卖几十亿啊，卖几十亿的这个电商，一个叫安克 Anchor，一个叫奥奇，一个叫通拓，一个叫泽宝，一个叫帕托逊，这5家深圳五虎，就深圳跨境电商在亚马逊卖的最多最大的5个电商巨头被亚马逊封了，为什么？刷单，然后这个，然后就是叫什么？送礼品卡换好评等等，就是还是那种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就被亚马逊封掉，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你要知道，这都是最大的电商巨头。他们都被封，那你想想看，那些小的这个小店家，那还不瑟瑟发抖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儿。本来我是想展开的讲讲这中间的一些故事，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讲吧啊。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啊，明谢一下。Mike 猪，谢谢。HJ1985，谢谢。一杯咖啡，谢谢。Thank you。观点：反制裁法是中国内地的法律，在香港尚未立法，无法用来反击美国的这次制裁。你忘记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呐。怎么会没有无法用来反击呢？肯定能用来反击呀，对吧？观点：中共在香港内地没怎么搞美国的企业，看不出来有什么动机在香港搞美国企业，那是自讨没趣，损害中共自身的利益。我刚才讲的香港人并不是美国企业啊。夏宝龙的那番话其实就是讲他想你们的美国的代理人其实讲的并不是美商，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些他们要针对的香港人他很多里面都他中共有个罪名就是勾结外部势力观点：每次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想到当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哭笑不得。OK。提问：早上的节目，王老师提到中国的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和微信对标美国的 PayPal， 我有点困惑，为啥对标的不是 Visa、Master、Amex 这种信用卡机构？第三方支付和信用卡机构有不同吗？为什么信用卡机构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本来我不想答哈，我还是答一下啊。PayPal 是一个第三方支付机构。就是支付是什么概念？支付呢，第三方支付就是，你要付钱给他是吧？好，那你把钱给我，我帮你把钱给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你不放心把钱给他，他不把东西给你，所以呢，你就把钱给我，然后他把东西给你，然后我再把钱给他。这样的话，第三方支付能够保证这个交易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双方并没有信用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淘宝会发展起来。淘宝发展起来有个前提，是因为它有支付宝，它通过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作为一个保障这个交易的安全的一个机构。它其实是，因为双方都不认识嘛，那我把钱给了你，你不把货给我怎么办？那个卖货的觉得
我把货给了你，不把钱给我怎么办？这个是有担心的。所以当时的淘宝成立一个支付宝，就说你不用担心，你呢先把钱给我，你把钱给了我之后呢，你就把货发给他。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收到了货，我这边就把钱划给他，这就完成了一个安全交易的模式。所以第三方支付它的存在是这么发生的。慢慢的形成的一个机构是什么？形成的一个模式就是所有的人都经过第三方支付来付钱。为什么？因为第三方支付它把它跟商家之间的通道全部打通了。当它打通了这些通道之后，你进行第三方支付的话，我就非常方便。这就是第三方支付的作用。还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第三方支付把各个商家都调动起来接受我的支付，这就进行了市场教育、市场的开发。那么信用卡是什么呢？信用卡它的原理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信用卡就是你拿着我的卡，信用卡里面是没有钱的，只是有信用，你的信用。比如说我给你1万块钱的信用额，你呢出去花钱，你不用掏钱，我帮你垫着。这个商家呢就是从我这儿给你钱，你不用给，你到了月底呢，你一次性把我帮你垫的钱你还给我就行了。这就叫信用卡。信用卡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信用，你有信用你就能花钱，我就借钱给你。信用额高我就借多一点，信用额低我就借少一点。这个跟第三方支付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好吗？那为什么信用卡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信用卡需要信用记录，所以信用卡不是发展不起来，是正在发展。但是呢，现在信用卡发展的走到一半，蹦出个小额贷款来啊，什么白条啊，什么京东是白条嘛，这各种啊，花呗、借呗，这些是什么？这些其实也是信用，这些跟信用卡没有关系。它是什么？它是借贷机构，就是你从我这借钱，借完钱你去花，它不是信用，它是借贷。而这种借贷它会替代某种信用卡的作用。信用卡是需要建立一个信用记录，这是有成本啊，这是有成本啊。那信用卡在中国发展，本来是这2年应该是逐步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横着出来一个网络小额贷款，它就把信用卡给这个路给挡住了，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等等啊，就把信用卡挡住。但是中国的信用卡发展的还是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银行的这个借款机制不灵活，所以呢，这个叫什么？这个信用卡呢就变成很需要很多人开个10张8张的信用卡去刷完之后呢，就去干什么？就去做生意啊，或者做这个做那个，反正就是变成被人用成这个形式啊。情况我见过谭铁牛啊，2010年硕士毕业答辩时，我们实验室请他过来做博士毕业生答辩组的组长，他学问和研究工作还是不错的，没想到现在去当官了。3年前，中共派出中科院副院长谭铁牛担任驻港中联办副主任，窃取西方的高科技此人是人工智能、虹膜监控技术研发的实施的关键人士啊。观点一直没人提出习近平的健康思维状况，怀疑习近平现在的大脑状况是中风后遗症，超乎异常的固执。先前有走路和阅兵时左手敬礼等异常的生理动作，到目前的奇怪的固执，尤其固执是老年人中风后遗症的常见症状，请王先生指正。我是听说过，就是中风之后会有极端固执的这种症状，
但是习近平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得到最好的治疗，不是吗？我不清楚。他固执吗？他是蛮固执的啊，但是他不是现在才固执。你可以看一下，12年、13年到现在，其实他很多事情从来没改过，没有一样改过，就是要搞就搞下去，一直搞得下去，从来不认账啊。提问王老师，国内打疫苗通过各种方式强制打疫苗，比如不打疫苗不让入学，其实单位不发工资，中央说不会强制，但地方层层加码，这是地方跟中央对着干吗？网友答：打疫苗的事情，中央跟地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个答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答得有点有趣。我们今天上午谈过这个问题啊，我就不重复了，还是谈点别的吧。你可以再看一下上午的节目，好吗？提问：香港的 anti-doxing 反起底的法律很快就会通过，美国各大社交媒体否认计划离开香港，是否意味着 Facebook、Twitter 等公司会遵守向香港政府提供客户信息呢？我不知道，这个我猜不到，因为这里面的变化，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态度，无从分析。观点：疫苗外交从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上层和实际的脱钩。上层最初以为疫苗外交是加分项，完全不考虑疫苗的实际效果，盲目的去推广给全世界。这次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情况：西北小县城由于财政困难，全县事业单位临时工前段时间全部打发了。西北和东北差不多，经济一直在衰退，工作很难找，除了体制内和石化、矿业、工程类，其他很难找活。小微企业基本上半死不活，或者白手套骗贷。情况：亚马逊上那些无 Premium 授权的中国小店，价格便宜但质量很差，买过1-2次，等2个月才到货，还是劣质产品，基本上都扔掉了。之后再直接在网站上过滤掉这些小店。我今天买了一个大店的产品，我准备退货了，太差了我就不说那个牌子了。还是要小心买中国小店的货啊，就是说，价格的问题不仅仅是价格问题啊，其实还是品质的问题。亚马逊这段时间，最近我真的买的少，最近是因为我有需要我就去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消费体验啊。情况：亚马逊上很多中国的店都是靠假好评给免费产品，很多人靠这些刷单赚钱。我曾经被拉进过几个微信群，已经一条龙服务了，所以肯定会被干掉的。你想一下嘛，肯定是会被干掉的。情况：有朋友的朋友毕业去香港创业，在亚马逊卖东西，赚得盆满钵满。怎么让你赚进去，就是怎么让你吐出来。情况：警方到香港大学学生大楼调查，现场消息指，至少30名国安处警员在下午3时进入港大学生会大楼搜证，亦有媒体联络队成员在场。OK， 好，明谢 Vivi 谢谢 Jojo 谢谢谢克群谢谢 Anco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